除夕夜，爸妈半开玩笑的宣布：“你和你哥谁先到家，房子就过户给谁。”我抢先一步进电梯上了20楼，可电梯门再次打开时，期盼已久的家门没有出现，眼前竟然还是1楼，单元门大开着，正如我刚回来时的样子。我有些疑惑，再次按下20，上升的超重感清晰传来，楼层数字也从1不断攀升，可门开后竟然又回到了1楼，我惊出一身冷汗，直接改成走楼梯，数着楼层走了20层，可推开防火门出来时，眼前竟然再次变成了1楼。那夜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始终都走不到20楼，而哥哥已经在家庭群里发出和爸妈欢聚一堂的视频，最后我累得头晕眼花，在楼梯上滚下去摔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除夕夜当天，我又回到了楼下，这次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先掏出手机给爸妈打去视频，那头很快接通，妈妈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：“小宁啊，我和你爸可是把房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看你和你哥谁先到家了。你哥那还得1个多小时，你到哪了？”前世我也比哥哥早到楼下，可是最后却连家里的门槛都没摸到。我攥紧手机，连忙开口：“妈，我现在就在家楼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不去，你和爸下来接我一下。”在我说完话的瞬间，妈妈那边的画面突然卡住，接着就掉线了。我再给她拨过去也是无法接通。妈妈昨天还跟我吐槽说新买的房子信号很差，但没想到这么差。我叹了口气，只好自己搬着行李箱往电梯走去。但这次我留了个心眼，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按下了楼层19。前世我不管怎么努力，一开门永远都是1楼，所以刚重生时我就强烈怀疑，是不是爸妈新买的这栋楼房装修特殊，才导致每一层看着都像1楼。电梯缓缓启动，很快平稳停下。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瞬间瞪大了双眼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只见眼前不再是空旷的1楼，而是一扇扇的住户门，上面还标着门牌号1901、1902。我又走到楼梯间，顺着窗户往楼下看去，很高，差不多离地50-60米。这里真的是第19层楼？看来我的猜想是错的。可如果不是那样，我为什么永远都到不了20层？浑身起了一层冷汗，我重新回到电梯，按下了20，超重感再次袭来。电梯是在上升没错，我瞪大了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，生怕一个不留神就再回到1楼。但是所幸没有，数字从19跳到了20，到了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但下一秒我瞬间两眼一黑，只见电梯门打开后，我竟然又回到了1楼，空旷寂静，没有任何住户，和19楼的布局装修都完全不同。我惊讶地开口：“什么情况？”我不敢相信地闭了闭眼睛，再次睁开眼时，面前的场景还是没变，这里确实是1楼大堂，单元门大开着，寒风不断灌进来，吹在我脸上，和我刚刚回来时看见的一模一样。我伸出手，把电梯的按键从1到20全按了一遍，全部亮着灯，按键没有问题，电梯也没有出现故障，可刚刚明明显示的是20楼，我怎么一眨眼又回到了1楼？我不信邪，走出单元门，在周围转了一圈，外面连着通向街道的马路，周围还有健身设施，确实是1楼外面的样子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，难不成我遇到鬼打墙了？只要上20楼就会自动回到1楼。突然手机铃声响起，是哥哥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小宁，听爸妈说你已经到楼下了，怎么一直没上去？他们打你电话打不通，有点担心，让我问问你。已经和哥哥恋爱了5年的闺蜜也笑着开口：“小宁，你不用让着我们，虽然我和你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也买得起婚房，房子你该拿就拿，不用管我们。”我苦笑了一下，其实我还真没想着要让着他们，毕竟这些年爸妈在他们身上补贴的可不少，可现在我连20层都上不去，还怎么拿？我跟他说出了电梯里奇怪的现象，电话那头的闺蜜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小宁，我记得你最近连轴转加了1礼拜的班，是不是因为太累了，所以精神有点恍惚啊？我们还有半小时到家，等我们回去一起上楼吧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有些沮丧地看着街道，除夕夜路上的车已经很少了，就剩下几个外卖小哥还在坚持跑单。突然我的眼前一亮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拿出手机点了一份外卖，直接填了家里的地址。很快小哥到了楼下，我笑着拦住他：“你好，是送到2001的吗？外卖是我点的，只不过我对这里不太熟悉，找不到具体是哪个单元了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去？”就算我真的连轴转出现幻觉了，外卖小哥总不会也一起出现幻觉吧？我跟他一起上楼，不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小哥豪气的点头，没问题，随即就带着我进了电梯。数字停在20后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小哥热心的看向我：“姑娘，你看看这里是不是你家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再陪你去其他单元找一找。”这时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，我一眼就看见正对着电梯口的新家的防盗门，爸妈早就在视频电话里带着我认过了，不可能看错。我真的成功进到第20层了。看着我激动的样子，小哥也高兴的笑了起来，他把手里的外卖递给我，又帮我递出了行李，最后才坐电梯离开。想着近在咫尺的家门，我心里无比激动，转身就要敲门时，我却瞳孔骤缩，我竟然又回到了1楼。明明就是转过身从小哥手里接过了个东西，眼皮子底下的防盗门怎么瞬间消失了？不仅如此，防盗门旁边贴着的春联，楼道里堆叠的杂物，竟然也都一瞬间全部消失了。这里又变回了1楼大厅的样子，我的脑子瞬间嗡了一下。怎么会？我冲过去仔细检查，刚刚家门的位置空空如也，此刻只剩下了一面粉刷的雪白的墙。抬手狠狠敲了一下，墙面发出轻微的闷响，从声音可以判断出这是一面实心的墙。一股寒意冲向我的天灵感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瞬间慌了，但是依旧不死心，在墙面的不同位置挨个敲过去，全部都是实心的。
最后把手敲得生疼，却依旧什么奇怪的地方都没发现，靠着墙坐下，我感觉无比荒诞。明明这里刚才还是20楼，明明我还差1步就能回家，怎么一眨眼就全变了？不可能，这压根就办不到。我起身冲进楼梯间，还有楼梯可以证实，如果这里是20楼，那么楼梯就可以往下走，看看楼梯就知道了。前世我从1楼往上爬过，记得很清楚，这里没有地下室，1楼是绝对没有往下的楼梯的。但下一秒我却直接愣在了原地，没有向下的楼梯，只有向上蜿蜒的楼梯。这里确实是1楼，我崩溃的大喊起来：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明明就是在20楼，甚至都看见家门了，怎么一眨眼全都不见了？妈爸，你们在哪？你们快出来！为什么这里一切都消失了？为什么我回不去家？回应我的只有楼道里空荡的回音。突然楼上的门打开，一个满头白发的大娘不耐烦地走下来，瞪着我。大娘怒气冲冲地看着我：大过年的要死啊，在这好什么好？回不了家就出去，净给人找晦气。你是谁家的闺女？住几门几户？怎么这么没教养？但我却没有心思理她，而是呆呆地看着她脚下踩着的1楼平整的地面，上面因为长时间使用已经被磨得反光，绝对不可能是临时铺建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真的从20楼瞬间回到了1楼。难道真的像闺蜜说的那样，我是因为太累了而精神恍惚？可是我手里还拿着刚刚小哥给我的外卖，上面的地址还是2001，这能证明我确实到了20楼。我吻了吻思绪祈求的看向大娘：大娘，我是2001的，但我刚刚跟爸妈吵架被赶出来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好心送我回去，再帮我跟爸妈说说情？看见我脚边的行李箱，大娘像是相信了我的话，神情松动了一点。2001老沈家的闺女，我和你妈妈交情还不错嘞，你放心，一会儿大娘帮你说情。她拉过我，又拖着行李箱和我一起进了电梯，看着电梯的数字再次从1慢慢升高。叮，电梯门打开了，抬头看去，我们又回到了20楼。映入眼帘的是家里熟悉的防盗门，我紧张地攥着大娘的手，1秒也不敢松开，生怕松开后这一切都又会消失不见。大娘，您陪我一起去敲门吧，我自己回家怕挨骂。大娘理解地拍拍我的手背，拉着我走到了门前。砰砰砰，大娘抬手敲响了防盗门，很快屋里传来了妈妈的声音：来了。大门打开，妈妈一脸惊喜地看着我：小宁，你回来了。刚刚你哥还说你要在楼下等他一起，楼下多冷啊，妈给你打电话叫你先上楼，不知道怎么的也打不通。爸爸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头发上都沾了白白的面粉。小宁回来了，赶紧进来，还没吃饭吧？爸爸包了你最爱吃的酸菜饺子，给你煮几个先垫底。亲眼看见爸爸妈妈，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一晚上的诡异感才瞬间烟消云散。我哽咽地扑进妈妈怀里，她笑着拍了拍我：快进门吧，我送送你李婶。我点了点头，松开抱着苏母的手，托起行李箱，刚要进家门，轰，脑子里炸开1道雷。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回头看去，刚刚还站在我身后有说有笑的妈妈和李婶已经消失不见，再转头看向家门也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和上次一样，只剩下了当初的那面墙。我又重新回到了寒风凛冽的1楼大堂里，脑子嗡嗡作响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是我的幻觉？咕噜咕噜肚子叫了起来，刚刚闻到了从家里传出来的年夜饭的香气，我瞬间饿了。如果真的是我太累了产生的幻觉，那这股香气怎么解释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现在空气里还残存着味道，我甚至能分辨出其中有1道菜是锅包肉。手机铃声响起，那头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：小宁，你去哪了？刚刚我送你李婶进电梯，一回头你怎么就不见了？还把行李也带走了，你要去哪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声音苦涩的开口：妈，我在楼下，今天我可能回不去家了。那头的声音一顿，随即更加焦急起来：傻孩子，瞎说啥呢？怎么就回不来了？你就在楼下坐着别动，妈现在就下来接你。电话楼下坐着别动，妈现在就下来接你。电话即将挂断时，那头突然传来一片嘈杂的声音，随即是哥哥爽朗的笑声和闺蜜甜甜的问好的声音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看来这一世还是他们先回家。哥哥接过妈妈的电话，语气关切：小宁啊，我和萌萌回来的时候特意在楼下转了一圈，没找到你，我们以为你提前回家了，就也上楼了。你现在在哪？我和萌萌去接你。听着他们的关心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温暖。电光火石间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冷声大笑了起来：别装了，都出来吧！我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到不了20楼了，原来我真的以为是自己太累了产生了幻觉。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只相信唯物主义的人，甚至我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今晚真的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才会一直在原地绕圈。但我从没想过真相会是这么荒唐而简单。听见我的话，电话那头的哥哥声音一顿：小宁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一直到不了20楼？是电梯坏了吗？可刚刚我和萌萌都是坐电梯回来的，没问题啊。妈妈也在旁边劝我：什么电梯坏了？刚刚这丫头还和李婶子一起上来了，只不过一转眼她就不知道去哪了。小宁，告诉我们你在哪，我们这就下去接你。明明是一句句关心我的话。宁，告诉我们你在哪，我们这就下去接你。明明是一句句关心我的话，但我的心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温暖，而是一点点冷了下去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苦笑一声：你们想去哪里接我？我现在不就在20楼呢吗？电话那头瞬间
间一片寂静，我清楚地听见哥哥咽口水的声音。他从小有个习惯，只要说谎话心虚就会不断地咽口水。哥哥结结巴巴的声音传来：小妮妮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刚刚不是还说自己在1楼吗？怎么一眨眼就变成20楼呢？如果你在20楼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家？闺蜜也连忙附和：是啊，小宁你是不是累糊涂了呀？刚刚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鬼打墙回不来家了，现在又说你自己就在20楼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我和你哥比你先到家，所以你不开心了？听见他们这么说，我的声音冷了下去。我到底在哪？你们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我确实是在1楼，但同时也在20楼。别装了，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了。不想再跟他们多废话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拎着行李箱走出单元门。先是打车去吃饭，填饱肚子才有力气解决这件事。火锅的热气氤氲开，一下子全身都暖和了起来。手机铃声再次尖锐的响起，爸爸语气中带了点不悦：小宁，你到底去哪了？我们下楼接你，等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你是不是真的赌气走了？今天是萌萌第一次上门，你就这么对待人家？你们不还是好朋友的吗？是啊，小宁，这大过年的你就别闹脾气了。萌萌人家刚刚说了，他根本不在意那1套房子，你如果想要，就算你先到家，现在可以回来了吗？哥哥也冷着声音：沈宁，本来我们也没想过要那套房子，之前也商量好了要留给你的，你真是太伤我们的心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一边听着他们的指责，我一边大口吃着锅里的肉，直到那边说的口干舌燥，我也吃了个8分饱才悠悠笑了。都到现在了，他们竟然还想跟我装傻糊弄过去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结了账，去了旁边的酒店，咨询了前台小姐姐酒店最高有多少层后，我满意的点点头。那我就要这个最高的楼层，40层。前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：你是40层是总统套房，目前夜景的套餐价格是238888。我微微一笑，毫不犹豫地掏出银行卡。酒店的高层都很贵，但是值得。我走进40层总统套房里，透过落地玻璃窗，正好能俯瞰到爸妈家楼房的全貌。我勾起嘴角笑了，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。第二天我在酒店床上悠悠醒过来时，已经是下午3点。关掉飞行模式后，海量信息瞬间涌进手机里。爸妈给我打了几10个电话，又发了很多信息。小宁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就因为1套房子，大年夜都不回家了。今天还是初一，甚至连拜年串亲戚都不来了。我们这些年真是把你给惯坏了。哥哥也给我打来很多语音，压低的声音里满是怒气。沈宁，你知道亲戚们都怎么议论萌萌吗？都说他还未过门就把小姑子挤兑走了，害得今天他哭了一整天。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我正往前翻看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手一滑点了接听，那头大伯的大嗓门瞬间响起：沈宁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爸妈又不是偏心故意不给你房子，当时说好了谁先回家就给谁，你不是也同意了吗？怎么你哥哥先回家你就开始闹脾气，让全家连年都过不好？我叹了口气，从小到大大伯一直对我很好，所以面对他我还是愿意好好说话的。我苦涩的开口：大伯，不是我不想回家，而是我回不去家，我上不了20楼，不管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，始终到不了20楼。电话那头瞬间炸了，亲戚朋友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。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真遇到鬼打墙了？屁！我看就是。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真遇到鬼打墙了？屁！我看就是他没抢到房子不甘心。扯这种的鬼话，这丫头真是坏透了。邻居李婶也站出来责备的看着我。小宁啊，你说这种谎话就没意思了。昨天婶子不是还陪着你上去过一次吗？我亲自把你送回家的，这还能有假？听见李婶的话，大家更加生气的盯着我，好像恨不得透过网线过来亲自教训我。突然镜头一转，爸妈疲惫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妈妈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小宁啊，昨天我们为了找你，亲自上下跑了10几趟，根本没遇到你说的情况。而且刚刚你大伯亲自去试了楼梯和电梯，都是正常的。妈知道你没拿到房子，心里有怨气。你现在回来，妈立即跟你立字据，等单位一上班就带你去过户，好不好？妈妈说的情真意切，周围的亲戚们全大为感受，都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我，我却丝毫没有惊慌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直到笑出了眼泪才停下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我点开家族群发了一个视频，那是我昨天偷偷拍摄的，录下了我上楼时的全过程，以及遇到的全部怪异的事，全程一镜到底1秒都没剪，瞬间群里炸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真的没有20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每次快到家门的时候，一转身家就消失了。我现在知道10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每次快到家门的时候，一转身家就消失了。我现在知道他说的不管怎么努力都回不去家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太邪乎了吧？看来小宁说的是真的。电话那头逐渐平静下来，亲戚朋友们紧紧地皱着眉说不出话，爸妈也都是满脸震惊，呆呆地看着手机合不拢嘴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世上真的有鬼打墙？那为什么我们上下楼就没事？难道这鬼打墙是专门针对小宁的？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，哥哥叹了口气，他走到镜头前面，看向我，满眼失望。小宁啊，哥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，哥哥现在已经自愿放弃房子，都留给你还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搞这种爱视频骗大家呢？闺蜜也上前红肿着双眼，
小宁，你是搞科研的，最知道世上根本没有鬼打墙这回事的。难道为了一套房子，你连自己的专业和一直以来的信仰都能抛弃吗？周围人本来就不愿意相信鬼打墙一说，听见哥哥和闺蜜的解释，全都瞬间恍然大悟起来。难怪这视频搞得这么真，原来是 AI 做的。沈宁这孩子真是没救了，谎话都编到这种程度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看向表妹，认真的开口：表妹，你是市局搞技术鉴定的，用你专业的目光看看，我这视频里有没有任何一帧是 AI 的？表妹低头看着手机，神色慢慢凝重起来，把视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了3遍。表妹最终的脸色有些发白，眼神里也充满了难以置信和震惊。这没有 AI 的痕迹，我以专业身份负责任的说，小宁姐的这段视频没有任何后期和 AI 生成的痕迹。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，闺蜜满眼震惊，死死的抓住表妹。没有 AI 的痕迹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世上真的有鬼打墙这回事？话音刚落，周围人脸色瞬间大变，他们窃窃私语，眼神都逐渐变得恐惧起来，甚至有人已经站起身准备告辞。我笑着开口：站住，世上根本没有鬼打墙，这一切都是人为的而已。大伯紧紧皱着眉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小宁，这怎么人为？在你转身的那一瞬间把20楼变到1楼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啊！就算是买下一栋楼，也不可能在1秒钟内更换所有的摆设，更别提直接把单元门都挪走了。更何况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，哪有那个能力和财力？而且就算能做得到，谁会做这些害你？我微微一笑，淡淡开口：我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了，根本不需要多少能力和财力。至于到底是谁要害我，你们来我这里就自然明白了。很快他们浩浩荡荡一群人，根据我给的定位来到了酒店。一进门，大伯就大着嗓门着急开口：小宁，我们都来了，你赶紧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张大了嘴，不可思议地看向周围。总统套房300平米的顶楼奢华无比，人群里议论声四起。这是人家酒店的总统套房，据说20多万一个晚上呢。这么贵？之前听说沈宁这2年混得不错，看来是真的了。哈哈，他要是真的混得不错，还会紧紧盯着自己爸妈的那套房。听见他们议论贬低我，爸妈却没了昨天的心定神怡，而是有些焦躁不安地搓着手。大伯急切地看着我：小宁啊，你说我们来你这就全都明白了，你不会就为了给我们看这个总统套房吧？赶紧跟我们说说那个鬼打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看着他们满眼关心的样子，我咧开嘴笑了，转头看向爸妈：爸妈，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心里不应该最清楚吗？是你们现在告诉大家，还是由我来告诉大家？听见我的话，现场一片死寂，众人都震惊地看向了爸妈，他们脸色一白，但仍旧强撑起笑容。小宁，你越说爸妈越糊涂了，我们心里清楚什么？我们是你的亲爸亲妈，我们难道还会设计害你不成？大伯也不断点头。小宁，从小你爸妈就是最害你不成？大伯也不断点头。小宁，从小你爸妈就是最疼你的，就算谁害你，他们也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咱们这里哪个女孩子不是早早嫁人了？就你爸妈相信你将来是干大事的，坚持让你读大学。其他的亲朋好友也都纷纷附和起来，我的心头泛起一丝苦涩。是吗？带着他们走到了酒店东面的落地玻璃窗前，我指着下面爸妈家的楼房，这就是一切的真相。现场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抻长了脖子往下看去。就在大家还一头雾水的时候，突然表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她猛地回头，死死地盯着我。小宁姐，这可不是儿戏，你确定真的吗？我攥紧了拳头，点了点头。周围人看着我们，神情都是云里雾里。沈宁，你们在这打什么哑谜呢？我看那就是很普通的一个20层的楼房啊，怎么就是什么真相了？对啊，你也不能随便瞎扯吧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转过头看着爸妈，他们脸色惨白，额上不断的冒着冷汗。再看向哥哥，他脸色一片惨白，而闺蜜甚至都快要站立不稳。我笑了，带着他们从酒店的东面走到了西面，透过落地窗再次向下看去，但这次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白，现场一片寂静。过了很久，大伯才哆嗦着嘴唇喃喃自语：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你一直到不了20楼的秘密。阳光下，爸妈家的楼房静自语：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你一直到不了20楼的秘密。阳光下，爸妈家的楼房静静地矗立着。从刚刚酒店东面的角度看去，那栋楼房只有20层高，但当我们绕到西面，从新的视角看去时，那栋楼房竟然向下延伸了1倍。刚刚看上去还是1楼的平台，此时竟是全楼的第20层，就像山城的腰部一样，承接着上下个20层。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这种建筑在别的地方可能并不多见，但这里是魔都。大伯磕磕巴巴地开口：这楼的1层和20层都是平台，装修的还几乎一模一样，难怪昨天小宁从1楼坐电梯到20楼，看到的还是1楼的样子，这才导致明明他已经上了20楼，但却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1楼。众人也都瞬间恍然大悟，很快他们又皱眉看向我。小宁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也怨不到你爸妈头上，顶多算是这里楼房设计的太特别了。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说什么鬼打墙，还不回家呢？我笑了笑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。昨天我从1楼乘坐电梯到了20层，看到了外面的平台，误以为又回到了1楼。正在沮丧的时候，我点了外卖，随后我和外卖小哥从20层平台再次坐电梯往上，又走了20层。按理说这时出来就应该到了楼顶的40层，但是从电梯出来后，依旧是20层的平台。众人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瞪大了眼睛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网上
坐了2次电梯，明明应该到40层了，怎么还是20层？我没有解释，而是带着他们进了酒店的电梯，是全玻璃的，方便欣赏外面的风景。在他们的亲眼见证下，我按下了1楼，电梯缓缓下降。很快有人惊呼出声：不对，电梯明明在下降，但是我为什么感觉在上升？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明明感受到了超重感，可是这电梯确实在下降呀。难道我们的感觉也不可信吗？我笑了笑，从兜里拿出1包迷药，这是我在爸妈家楼房的电梯里发现的。经过检测，这种迷药具有致幻作用。电梯明明在下降，但是所有人却都觉得电梯在上升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听完我的解释，他们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纷纷扭头不可置信地看向爸妈。难道昨天小宁坐电梯，即使并不是一直在上升的？就因为有这种迷药的作用，就算电梯被外面的人随意操纵，小宁也感觉不出来。而出了电梯门后，灯光昏暗，视觉上很难看得清。你们再用一点别的手段配合，才给小宁造成了不管他怎么努力到20楼，一开门都又会回到1楼的感觉。此时爸妈已经面如死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们死死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祈求我，但我没有分给他们一个眼神，直接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型的投影仪，画面投在墙上，正是爸妈所住的那层楼的样子。那天晚上他们就是用这个骗过了我。看着爸妈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我勾起一抹冷笑。爸妈，其实你们压根也不住在20层，对吗？毕竟20层是空中平台，和1楼一样都住不了人。你们住在21层，然后通过这些手段给我制造了永远都到不了20楼的假象。你们好狠的心啊！听见我的话，爸妈彻底瘫坐在地，哥哥冲了过来，双眼猩红的嘶吼：没错，就是我们串通好了，要骗你又怎么样？你一个丫头，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凭什么拿爸妈的房子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是爸妈给我准备的婚房。虽然早就猜到了真相，但是听见哥哥亲口说出这些话，我的心里还是一阵刺痛。小时候哥哥最疼我，会每天送我上下学，主动把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我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看我的眼神渐渐变了，回家的主题也从单纯的看望爸妈变成了资源抢夺大战。这些年他从爸妈手里已经要走了几10万了，所以这套房子我才觉得应该给我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连平等的机会都不给我。爸爸站起，我才觉得应该给我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连平等的机会都不给我。爸爸站起身，佝偻着腰，讨好的看着我。小宁，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但是你跟你哥哥情况确实不一样，你的这些东西将来你的婆家也会给你准备的，我们现在能帮扶就多帮扶着你哥哥些。爸爸越说越小声，最后闭上了嘴。我又看向妈妈，爸爸身为男性无法理解我，但妈妈不会这样。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吗？他慌乱的站起来，不敢看我。小宁啊，你就别跟你哥争了，上个月他刚拿下了一个大单，马上就要升主管了，这房子给他是投资，给你就是赔本。听见他们的话，我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直到笑得直不起身，才在众人各异的眼神中掏出手机，给部下打去电话。魏小王，上个月给小沈总的订单做完为止，不续约，以后把他拉进黑名单里，我们公司永不合作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哥哥就已经接到了电话，那头是他领导咆哮的声音：沈烨喊你疯了吗？得罪咱们的大客户，你知道这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？马上给我滚回来想办法挽回，挽回不了你就直接给我滚蛋。电话被挂断后，哥哥的脸色惨白如纸，他嗫嚅着想要说什么，我却没有听，直接大步往外走去，走出了走廊，走出了大门，走出了前世的阴影，走进了阳光下。